最近这些日子，我脑子里那首破歌越来越清楚了。我听说有人会花很高的价钱去买自己出生那天的报纸，就因为他想知道那一天世界上都发生了什么。这都是有根的人，我很羡慕。好，走吧。这没事啊？这什么事啊？这什么事？这是？吓人了！张姨，哎，慢点。对，没事。这个叫高大华的男人死了，病死得很突然。我是被他养大的，但我从未叫过他一声爸。关于我的身世，他一直瞒着我。比真相先到的是他的突然死亡，一个像是谎言的死亡。为什么会把尸体藏在城市地标这么明显的位置？这说明什么？我们滨川还存在黑恶势力的残余，还是冤情没有得到伸张？现在撞车肇事者的身份已查明，但是撞车动机尚不清楚，而且10项内陈年事故的身份也尚未明确。各位，我们要面对的不仅仅是一个撞车事故，重要的是，我们一定要查清楚案情背后的真相。蓬莱广场是我市蓬莱集团的产业。近些年来，我们陆续收到贵些其他部门转来的涉嫌违法的举报线索，但每次调查后都缺少实证。这次撞车案，我想应该不会是偶然。针对这起案子，省厅也专门做了指示，全面开展摸排深挖，严格落实线索核查，依法严厉惩处。1个星期必须确认尸骨身份和案情的基本情况。是。现在我正在蓬莱广场的石狮子底下给你们进行实时的跟踪报道。大家让一下，让一下，来，让一下。来，这位先生，你下来。好，我来回答这个问题啊。我呢是市局刑侦支队的，我们现在已经成立了专案组，正在全力的调查这个案子。如果有线索，请及时和我们联系。什么时候发现的？怎么没早点告诉我？早告诉你有用吗？1年有8个月见不着人，指望你掏钱，还是指望你回来伺候他？过年以后发现的，还有什么想问的？
高峰，你爸他死了，你就没有什么想说的吗？是养父。你不说我来说。从今往后，你不想回来就别回来。我有退休金，我能养活我自己。以后你也不用往家寄钱了，那些钱你自己留着用。你也不喜欢待在这个家里。以后你那些什么登山啊、徒步啊，你想干什么干什么，只要不要搞到让我去给你收尸就行。妈，是养母。等到我老的走不动的时候，我就去养老院。我就当我这么多年我白。你们爷俩也就这样。我暂时不走了。等忙完老头这事儿，也不走了。回头我给您约个体检，养老的事儿以后再说。忙完了，帮你付了3个月房租，把账清了。先赊着，下个月从我工资里扣。你这不是差个连串的吗？我来。这话说出来你自己信吗？干2个月，钱攒够了，又去游山玩水，我找谁要钱？真话，暂时不走了。高峰，咱俩现在没关系了。不是，我觉得老头的死有点不对劲儿。你有病啊！大晚上考我，找你有事儿。家里去了吗？去了。没见着你啊？以前不是天天往老头那排档跑吗？说他炒的菜有家味儿。老头喊你声干儿子，不见你尽孝。你呀，没事别老往外跑，多陪陪你妈。老头不是病死的，对吗？我呀，得把你收拾得利索点儿，省得你去跟阎王爷告状，说你有个懒婆娘。
说到底怎么回事？已经排除刑事案件了。高大华怎么死的？别一嘴一高大华，一嘴一高大华的。高大华谁啊？人刚走，你闹腾什么啊？不对，高大华要真是病死的，你不会跟我扯这些。这里边真有事儿。我们有纪律。行，那我自己查。查个屁！你真把自己当辅警了？老婆，你站着，站着。高峰，你摸着自己良心问问自己，你查，真是为了关心高叔吗？你听句劝，人走了，该翻篇了。家里缺个男人，没事别老往外飘了。有话直说。老头到底怎么死的？嫌病死不够报应是吧？您别糊弄我，你知道我什么性格？癌症病人到最后有多疼，疼得不像人。你要不信，你再进去看看，他把墙皮都抠掉了，最后是喝百草枯死的。我平常睡觉前，就那天吃了一片安定。不过高峰啊，我听你能自己把这话问出来，我还挺高兴的。最起码证明在你心里，对他还有点感情。老头子爱喝酒，喝完了酒就不像人，他打你骂你，也伤过你。他人已经不在了，他没说的话我告诉你。你当年考警校，他死活不让。他说，你是想借公职找你亲爸亲妈，心术不正，不配当警察。你把户口本藏起来了是吧？高大华，你又想糊弄我是吧？松手！只要活着，你就别想考警校，你也别想当警察，别弄这些没用的。你是想借着警察的身份找你亲爹亲妈，是不是？是怕我当了警察查你吗？你混蛋！知道我妈的下落却一直瞒着我，你混蛋！其实不是这样的，你也知道他跟苏明是怎么认识的。苏明的亲爸妈就是警察，是被人弄死在他的大排档前面的。你爸就想让你平平安安的，有错吗？说自杀死不好听，你爸这一辈子，除了他脾气不好，心术还算正。我也没求过你什么，你但凡给我点面子，你他自杀这个事你帮我捂住，就跟别人说他是病死的，行吗？他是把你拉扯大的人，你有点良心，你好好送他走行吗？孤儿的一辈子有3个生日，第一个是别人定的，高大华给我定的，说是抱我回来那天，这个生日我从来没信过。养父说
我刚出生就被亲生父母抛弃了，但是长大之后，我记得一种曲调。我确信这是我生母的声音。人最早能记得2、3岁时候的事儿，养父说这都是我的幻想。我看啊，你比我适合干这个。又想劝我干这个？你不能天天老这么飘着，总得找个合适的工作。我找过呀，我考过警校啊，你不是知道吗？我妈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你告诉我，我去找个正经工作，当你好儿子，行吗？不要整天听外头那些人瞎说。你是不是真以为我什么都不知道？5岁那年，我说要去找我亲妈，你把我打了一顿。你喝多了，酒后在那儿嘟囔，我都听见了。你是不是真觉得我什么都不记得呀？你说我妈受那么多苦才生下我，如果我是你捡来的弃婴，你怎么知道我妈受了什么苦啊？你自己欺人了一辈子，然后你想让我这辈子也这么过吗？凭什么？凭我是你老子！养父而已。他其实不聪明，有时会说漏嘴，所以我确定他在骗我。第2个生日，官儿自己定的，我给我的是4月1号。这个生日，我用来提醒自己，我被骗了。第3个生日，是孤儿真正的生日，这是我是谁的问题。我是谁，是我找了30年的谜题，我可能永远不会知道。你是高峰吧？高大华是你爸对吗？你谁啊？警察不让我讲，我觉得你该知道，你爸不是病死的。有没有点公德心？音乐放这么大。高大华的死就是有问题，是自杀，但不是因病自杀。给说说呗，怎么想的？说的是因故，不是因病，时间也不对。如果是因病自杀的话，差不了3天。那姑娘说警察找不到，如果是因为高大华受不了疼，不会牵涉到别人。我问过宋斌，今天又问了老太太，她那套词儿就跟提前编好了一样，就等着糊弄我。宋斌见过我之后，立刻打给他了。我看了他手机，这里边有事儿，所有人都瞒着我。这装修那会儿，咱俩还处着。我以为你是一个什么都不在意的人，没想到你还挺在意你养父的。我在意的是他心里藏着我想知道的答案。他死的这么不正常，
肯定跟我有关。他是逃避、害怕，还是什么？有在意的人，蛮好的。我说这些你可能不理解，你是有爹妈的人。有的不一定在意，在意的不一定有。傻小子，咱们就像一家人。叔照顾你是应该的，以后还要常来，叔给你做好吃的。到哪儿了？西藏还是青海啊？儿子下个月回家了，天冷了，你的毛衣和羽绒服洗好了。人皆问一句为什么就不能编起了所有话无忧，是不甘切错了又再错。一个人是谁中的一件的过一场雨，洗不尽世间生娱乐一回眸，谁不是敷衍赴死磕，在动人之处是哭声为何？你还知道什么？昨天晚上守灵4个人，就你一个人鬼鬼祟祟的，一个人心神不宁的在那想什么呢？东子，你别糊弄我。关于柯特华，你还知道什么？星期一，狮子巷炸开那天，第一个群里说晦气，都休息。中午的时候，高叔给我打了个电话。高叔，今天死人了，多乱呐！别出门了。松江花园，干嘛去？高叔，是不是约了哪个老太太跳广场舞呀？东子，啊，以后来店里吃饭啊，多给你加份牛肉。行嘞，高叔。到了松江花园，高叔就下车了。我知道的就这些了。
哎，可以，挺好的。来，把阿姨们，阿姨们，进去跳了。还有那边那个看那个相亲来的叔阿姨们，你们过来一块儿。大爷，先别着急了，来，一起过来看一眼。有偿寻找，就寻找，好的就有，欢迎大家提供线索。高大华，这个高大华，不认识。你们有没有他的班子？你都知道，打听一下。有钱的啊，有钱的，看大就可以了。仔细看一看，你好好想想啊。看一看，有没有张姐给我想的？你想累死我？昨天，老爸喝多了，下手重了点。以后你怎么找爹妈，我不管，别一个人往外跑。外边人贩子多，你妈受那么多苦才生下你，你可别让人拐跑了，听到没？到底在查什么？高峰，回家送送你爸，你妈有话跟你说。高大华有个小三儿，我也是前几个月才知道的。出事前几天，他给了他10万块钱，这钱是他最后一期化疗的钱，后面这个回执上都写得很清楚，怀疑那个女的是个骗子。高叔被骗钱的事呢，警察会管，你放心吧。好了，叫东东他们进来，送你爸走。都他妈糊弄我是吧？高大华在灶台上趴了一辈子，他能有小三儿？高峰。
您这代人面子看得比天大，小三儿这种谎都撒出来了，到底有什么事儿非瞒着我不可啊？只能说明跟我有关系是吗？搞错，这女的是我亲妈，对不对？我妈来找我了是吗？我妈来找我了是吗？怕死了啊！有什么事比这更大的吗？我跟关心她怎么死的，她在怕什么？连死法都瞒着我！混蛋你！阿姨，你出去吧，看看他们准备的怎么样。没事儿，没事儿。那个生你的人，他要你了吗？你知道他长什么样子吗？在你的心里，他就那么好，一点错都没有吗？高峰，好好的送你爸走，行不行？让我单独跟他说两句，行吗？老头子，咱们不对付了半辈子，我知道你肯定特别希望我能有一次当着亲朋好友，痛痛快快、敞敞亮亮的喊你一声爸。对不起啊，我就是喊不出来。你是辛辛苦苦工作养我长大，但你为什么总是躲躲闪闪，不肯回答我的怀疑？这养恩，其实我也没机会报了。最后一程，还是得送你，老头儿。走。喝百草苦死的，不是的。但他人问起来，你就说他是病死。是的，我觉得你得知道。狗叔被骗钱的事儿，警察会管。他不让我讲。这里边有事，跟你聊不上。说出去挺不光。你查，真是为了关心高叔吗？人走了，该翻篇了。这辆车一直停在松江公园，没挪过吧？没有。如果我想的没错，咱们可能已经知道答案了。真的？
别闻。高叔的情人来过了，是不是情人不知道，反正他一直跟着我。所以说你让我在花园吆喝，其实就是个幌子呀。峰哥，你这才安静点。你看这个，中江花园停车费这么贵，迪哥会在这儿休息吗？不会啊。峰哥，怎么了？哥，就是这个车，就是这个车，对，这样。人呢？人下去了，让我故意溜你呢，不然你以为你能追得上我？人长什么样子？在哪儿下的车？人给我钱了，我得闭嘴。哦，不过那人说了，你想知道的都在这儿呢，就在石狮子巷那儿。小时候，我听过很多关于石狮子的传说。有的说，石狮子里面能听到高考作文题；有的说，能听到彩票中奖号码；还有的说，能听到死去的人回来传话。这都是人心，这里面装的，也许还有我想要的答案。让你陪赵叔叔说话，准备好红印了。吴大注册会计师，你在找什么呢？是不是找这个？哎呀，CPA，一年过6门，真不错，全国也没几个吧？丫头，厉害。随你。我学历低，是社会大学毕业的，不像你们，都是上了名校。好啦，找好地方准备拍照啊。好。哦，对了，老吴，我想跟你拍个照。我叫吴菲菲，客观上来说，我家境不错。在我的圈子里，年轻人分为2种，一种是坑爹的，还有一种是靠谱的。这种人享受考试，享受提升，享受现代社会中的挑战，然后把钱花在这些事情上。我一直以为我是第2种，直到刚刚。
怎么了？走吧，出事了。一切的根源是一盘没熟的炸黄鱼。赵强叔叔是我们蓬莱集团的大股东，他在一家农家乐吃了没熟透的炸黄鱼，引发了旧疾，去世了。赵叔膝下无子，他名下的股份归属成了难题，而我们希望赵叔的遗孀李玲能和我们站在一起。那他不得听吴总的？李玲没有权利继承股份，就是他以后怎么办呀？他的智慧与勇气，他才不会来。他一路前行，他的拼搏与付出，全就成了众矢之的了。吴总，姐，顺便，姐，姐，昨天晚上，刘副总来过，说今天有其他事情要处理，不来了。下面有请集团董事长吴国豪先生致辞。今天来的大部分都是我的长辈，按道理是轮不到我在这说话的，但是赵叔突然走了，我爸爸非常难过。我相信在座的诸位也应该非常难过，毕竟是一起流血流汗为蓬莱集团立下汗马功劳的兄弟家人。诸位再有话要说，也应该给董事长留一份薄面吧。如果大家想聊，那我们今天就聊。都说说吧，打算怎么分老赵的股份呀？刘副总，要不您先说说吧。让他们去争，我和你赵叔到最后也没领证。要是领了证，还能帮上你爸一把。现在搞得你们和我一样，名不正，言不顺。你有没有想过，有一个办法可以帮助你爸爸？我知道。您说呢？叫他背车去医院，你爸爸晕倒了，快！小兰，我是怎么知道的？臭不臭啊？我看你是没事儿。哎，没事喽。行，那我说正事儿啊。李玲和赵强没领证，所以李玲呢是不可能得到股份的。赵强也没有其他的继承人，他的股份就会在股东大会上做一个购买转让。明书打听到了，刘斌已经做好了准备，安排好了裴静和钱，
但是他想走到最后一步，他还需要所有股东们的决议同意。而这些股东们当中，只有何明丽和高玲是你的人，刘冰是很好去挑拨的。所以现在我们需要得到的是许叔叔的那些老手下们的支持。挺好，你考虑的挺周全的。现在是该把公司交给你们年轻人了。而我，我要和许志阳结婚，马上。那你爱他吗？你有没有想过，有一个办法可以帮助你爸爸？如果是因为爱，你们俩结婚组成家庭，爸爸支持；如果是因为公司利益，你们才去结婚，进。你说，股东大会定了，是明天下午。刘叔，咱们开门见山吧。听说您掼蛋打得不错，是吗？那我能这么理解吗？您做过我父亲的秘书，这个是您手里最大的牌。我从小养在吴家，这个是吴家妇女最大的牌，所以您要跟我组对子。小杨总聪明，掼蛋其实最大的秘诀啊，就是配合，不能各出各的牌，各唱各的调。你真的确定吴家妇女跟你永远一条心？小杨，蓬莱上一辈姓徐，中间被别人霸占了，今后还是应该姓徐，接着当吴家的玩偶太子，还是堂堂正正的当蓬莱的小徐总，干一番事业，你自己拿主意哦。股东大会投票结果如下：理事徐志阳接受总经理赵强股份。徐志阳，咱们结婚吧。我好像是到最近才意识到，我们俩好像是从小就奔着结婚去的。那既然到了现在这个节点，应该就是我们结婚最好的时机了吧？那你这不是来谈结婚的，这是来谈生意的呀。谈生意怎么了？你就把结婚当生意谈呗。生意人多好啊！生意人守规矩，讲信用。做生意的话，对买卖双方都有利。菲菲，咱们的婚姻能纯粹点吗？
纯粹的婚姻，纯粹的自由。我希望我能占一样。麻烦菲菲，结果状告无阻，嘱托他好好养病。不好意思，各位，麻烦稍等一下。能看出来，大家都很意外，是吧？的确，意料之外，但情理之中。蓬莱这么多年，有这样那样大大小小很多的问题，但其实归根结底，不过是姓徐还是姓吴的问题。但是从今天开始，啊不，从此刻开始，这个问题不存在了。因为我们是一家人了。大家可以鼓掌，谢谢。自打我爸去世之后，我就一直生活在你们家，好像从那个时候开始，咱们俩就要戴着联姻的帽子相处了。是我应该接受这个现实。你放心，我和我爸不会像外界传的那样把你当一个傀儡太子。如果你还是有顾虑的话，我们可以签一个婚前协议。有句话，这个世界上唯一不变的真理就是再变。未来长着呢，我们信派集团的事儿平了。咱们俩的感情，以后慢慢解决好。如果是因为爱，你们俩结婚组成家庭，爸爸支持。如果是因为公司利益，你们才去结婚，我宁可不要那个股权。这可是我丫头的下半辈子呀！你明白爸爸的意思吗？知道我是谁吗？自打有手机以来，我的密码一直都是你的手里。我想让所有来参加婚礼结过婚的人，还想再结一次婚。我爱你，我想跟你结婚。我不敢保证我一定会成为一个完美的丈夫。但是我会尽我的全力去对你好。谢谢你，大高，谢谢你和我说这些。我从小就喊你大高。别人说只有哥们之间才会这么喊，但我喊你是因为我觉得你时刻都会在我身边。我最需要你的时候，你都在。王丹是吧？道喜了。该叫你什么呢？继续叫您吴小姐，还是改口叫许太太？
20万，拿钱走人，离开冰川。大小姐脑回路就是跟别人不一样哈。这个包也得值个几万块钱，你说你，还不如拿个垃圾袋直接装30万给我。能用钱解决，我为什么要费别的心思呢？我是诚心诚意来跟你谈的。我知道你挺着急用钱的，那何必不现实一点呢？30万还是50万，我都可以啊。但我要的是一个双赢的结果，否则我保证你1分钱都拿不到。是吗？哎呀，如果这些视频一不小心发上网，哎，你说什么时间合适呢？你婚礼那天会不会上热搜啊？敲诈勒索！我敲诈勒索什么了？我还什么条件都没提呢。什么条件？我也可以是徐太太。你信不信我弄死你？你太瞧得起你自己了吧？他只不过是一时冲动找个人睡觉而已，懂吗？但他一直和一个女人睡觉，那就是另一回事了。你有什么了不起的呢？有个好爹，那你只是会投胎而已。是，现在徐志阳对我招之即来，挥之即去，那又怎么样呢？我真心对他，他能抱着我哭，跟我说上几句真心话。我还知道，你们蓬莱集团原来姓徐，不姓武。这些他跟你说过吗？他敢提吗？大小姐，他也是为了公司才跟你结婚，你身子那点吸引力还远不如我呢。要是我的事爆料出去，你失去的是爱情呢，面子呢，还是公司形象呢？又或者这些东西你根本就都没有。男人啊，他不会永远当你的跟屁虫。贱人！一切的根源，不是没熟透的翟黄鱼，是还没熟透的我自己。
哎，大家都在家等着你呢。李玲还送来了河豚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原地别动，我叫明叔来找你。没事了，我马上回家。菲菲，你跟小杨这婚事啊，你俩从小一块长大，感情好，这我们都知道。但是白姐她不了解呀，不光是整个集团，整个冰川，那多少双眼睛看着呢，所以一定要处理好，要稳妥，否则集团也会因此受影响。我有个闺蜜告诉我，有个叫洛卡德的人说过，犯罪过程必然伴随着物质交换。这里也够偏，没人，旁边也没有监控。你跟我说句实话，你是不是见过王丹？
啊？你去见他干嘛呀？我帮你断了。你不知道，他手里有我的视频。我知道，他还给我看了。你把他怎么了？菲菲，王丹是我的问题，我保证我跟他断干净。这件事让我来处理，行吗？求你了。徐然，我係要收拾你的。是，我知道你现在非常生气，回头你随便冲我保证打不还手，骂不还口。但是现在我们要站在一起啊！你让我跟他见一面，行吗？你还要见他？你舍不得他？你能不能别这么任性了？你根本就不了解他，他这种人，你把他惹急，他什么事儿都能做得出来。他是哪种人啊？就你最了解是吧？我跟你说了，我帮你断干净了，你还要见他？这回你不想见了是吗？啊？菲菲，咱们俩在一起这么多年了，我对你什么感情，你应该比谁都清楚的。但你从来没给过我回应。我说实话，我从来就没奢望过最后咱们俩能在一起。我知道王丹他虚荣，他俗气，他抓住个男人就死活不撒手，这些我都清楚。但是我必须承认，他给过我的，是你一直不肯给的。你问我这婚是不是不想结了？我怎么可能不想结呢？你不知道那天你跟我说结婚的时候我有多开心，但我又心虚，我不敢结，都怪我自己惹了麻烦。我必须见到王丹，你相信我，我一定得跟王丹当面断得干干净净的。但如果你不同意的话，我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。那咱们的婚期只能推迟了。你爸的股份暂时也别转了。怎么了，丫头？遇到事儿了？啊？心不在焉的。没有。我都看出你跑神儿了。遇到事儿呢，自己能解决，能处理，这叫能力。自己解决不了，找朋友，那叫本事。朋友解决不了，找老爸，这叫什么？这叫亲情。你老爸还比你老呢吧？啊？是。这段时间我们还是冷静一下吧，你照顾好自己。随便你，反正你那些破事儿别让我爸知道就行。你爱去哪儿去哪儿。对不起。兰姐，小云，不穿个外套不冷啊？不冷。兰姐，出去啊？啊。人呢？半个月之前就回老家了，房租还没给我呢。半个月？
你也看了，这儿没人。兰姐，我也不跟你兜圈了。你是这一带出了名的包租婆，但你的公寓呢，只租给单身女性。他们是干什么的？我清楚。你清楚？那你这是深入虎穴呀！我是房东，他们是租客，我只管挣钱，他们干什么的关我屁事儿。宵夜快餐，上门服务。这个电话我们查了，是在你弟弟名下的，一共有6辆车。你弟弟呢，就每天晚上负责接送这些女孩回你这儿，他们赚的钱入你的账。你这房东说是不管门里的事儿，倒是闭着眼开几扇门就把钱赚了。你们做的事儿，我说的还不够明白吗？这个王丹跟你们家有多大的事儿啊？费这么大劲查他，至于？我没想为难你，兰姐，我就是想知道他在哪儿。3年前，他就租了我的房子，我呢也从来没有给他涨过房租，就算做好事吧。主要是他人还不错，我俩处成姐们了。还有，就这孩子吧，也太可怜了。多可怜啊！成天在垃圾堆里翻男人，他能不可怜吗？他之前吧遇到一个小银行的副行长，说是要离婚，结果她怀了孕，把他也打了，人家也是给了点钱就跑了。再后来遇到个开货运的老板，说他单身，我还以为他俩要修成正果呢，结果人家老婆来了，带了一帮人，把王丹的肋骨都打断2根。再后来就你们家那位，我还觉得王丹命挺好。兰姐，这些事儿都跟我没关系，我要知道是他现在在哪儿。你真是吃着灯草灰，放着轻巧皮。这套在我这儿不管用，买王丹消失的人已经给过钱了。我是个讲规矩的人，你们这些在岸上走的人啊，永远不知道在水里翻身有多难。你们这些人上人把王丹当什么？他以为抓着了救命稻草，最后还是被你们这些人啊当了口吐沫吐了。就算这样，我也赌他能再翻回来。你休想从我这儿知道王丹的半点消息。喂，小姐，已经查到王丹在哪儿了。为什么没有啊？说话，说话很好玩是吗？遇到事儿了，自己能解决，能处理，
这叫能力。自己解决不了，找朋友，那叫本事。朋友解决不了，找老爸，这叫经济。我老爸还不老了吗？粉身碎骨又怎么样？